南方的冬天，空调一开，室内湿度就降低了。为了加湿，家里每年都是拿一个盆子或者桶盛水放卧室，但效果不是很好。想着毛巾的表面积很大，吸水后摊开能加快水的挥发速度，就拿桶和毛巾做了个简易的加湿器。用了一段时间，隔天换水还得清洗毛巾，实在麻烦。就想如果能在中间加一个风扇抽风，加速水分的挥发，周边再贴一圈 UV 紫光灯条，对毛巾进行定时的消毒，那该多好。于是我开始了构思，打开 Blender， 先把风扇、UV 灯和毛巾建好，再做一个桶，整体大概长这个样子。UV 灯条贴在桶的内壁，风扇放在上端，毛巾围成一个圆柱放在中央，然后设计一上一下两个模块，中间用一根 PVC 管道连接来支撑整个系统。之后会设计一个电路板放在模块里，连接的电线可以通过 PVC 管道中间走线。为了方便电路连接，把 UV 灯条直接绕在管道外侧，同时增加一层网格来支撑毛巾，这样一个大致的效果就出来了。整个系统的原理是在桶里加少量的水，毛巾吸水浸润后，通过风扇抽风加速水分的挥发， UV 灯每天定时打开半小时，对毛巾进行消毒。有了初步的想法后，打开淘宝开始采购，同时开始了长达半个月的电路设计。1月5日进行了第一个电路系统版本的测试，这是一个在 Arduino Uno 上开发的系统，通过温度传感器和水位传感器来操控风扇的启停及转速。红绿两个指示灯没有水的时候红灯常亮，低水位时红灯闪烁，高水位时绿灯亮起。风扇在低水位的时候激活，如果环境湿度未达到预设湿度值，湿度越低风速越快，如果达到预设湿度值，风扇停止。用了4个按键来进行基本的操控，左边2个按键更改湿度的预设值，右上角是 UV 灯的开关键，右下角是风扇的满速开关。屏幕会自动熄屏，熄屏时绿色的 LED 灯也会熄灭，朝附近的一个红外感应器挥手就可以重新点亮。长时间暴露在 UV 灯的紫光环境下，对人体是有伤害的。除了拍视频， UV 灯一直都放在一个不透明的盒子里。完成了出版的测试，我又用 Photoshop 做了几个像素图标，因为 Arduino 连接的小屏幕只能显示黑白2种颜色，得用 Python 把图片转成 BMP 点阵格式才能显示。把图片放进主页面里，主页面的出版设计就出来了。1周后，第2个系统版本的演示，这次加上了10种模块，优化了菜单界面，增加 UV 灯定时的功能。长按 UV 灯开关键，进入设置菜单，左边2个按键可以设置每天自动打开 UV 灯的时间段。为了节省空间，我设计了一个 PCB 板整合所有电路，先画电路图，然后插板，对电路进行了最后的模拟测试。系统能够正常工作，确定电路图无误后，就提交了 PCB 板的制作订单。同时，我还设计了4个按键图案，隔天也下了订单。在等待 PCB 加工的时候，我便开始了 3D 打印模型的设计。一共设计了6个 3D 打印的模块，追踪的模型在之前的基础上加放了 PCB 板的位置，以及走线和加水的开口。一共有2个 PCB 板，一上一下，最上方的 PCB 是控制面板，下方的 PCB 装有主芯片和各个模块的接口。整个系统和桶是可以分离的，电源从桶底的开口处接入，一根固定的电线贯穿整个底座，和上方的模具相连接，给整个系统供电。底座和电源接口用热熔胶固定在桶底，防止漏水。这里接口设计的目的是，当水位漫过接口时不会进水，就像倒扣一个空杯子在水里一样。1月30日 ，PCB 板和 3D 打印的成品今天同时到货。这次 3D 打印一共打印了7个组件，按由下至上的顺序进行展示。打印的效果超出我的预期，材质很结实，表面很光滑。PCB 开箱，拼板分割。由于中途更改了设计，其中有2个小的拼板最后是没有用上的。隔天，客制化的按键到货，花了半天时间完成了 PCB 板和元器件的装配及焊接，成品效果还是不错的。第2天，手工制作了所有的连接端子后，进行了组件的测试，系统正常运行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4个按键都是机械键盘按键，白轴也叫金银红轴，搭配 Cherry R3 键帽，手感极好。2月3日，组装测试。装之前我还挺担心自己手工做的机械端子会接触不好，或者线的长度不合适，结果很顺利，20分钟就装好了。屏幕能点亮，传感器、风扇和 UV 灯都能正常工作。因为没有做防水的测试，所以没有加水。本来想在淘宝上找商家激光切割的，但因为临近过年，很多商铺已经不接单了，我便手工制作了2块面板，花了整整1个下午的时间切割和打磨。虽然比不上激光切割的精度，但整体效果还不错。